刘佩元的英文教室实用会话篇第41集。铲雪机可以清除路上的积雪。那我们要讲类似的话的时候，我们英文要用哪些字呢？那有时候我们讲干细胞，有时候会聊天。那干细胞它可以修补人体的那个坏掉的一些系统这个复原的功能，修补人体系统，它有这个功能。大概怎么讲呢？那我们用钢笔啦，可是钢笔写完字以后把笔套盖上去。那我们钢笔、原子笔都会可是还有个笔套，这是 cover 还是什么字呢？把这个笔套盖上去，这个讲不太出来。好，你儿子不但聪明，而且用功聪明，大家会讲。用功是不是 study hard？ 有没有其他的字呢？那唱歌的时候，哇，这音太高，哇，这个一定很简单。这个可是怎么讲有没有这个音？有没有？你不能说 sound 是声音可是这个音域很高，声音很高很低，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卡上去唱不上去所以我们那个一般在绘画的时候，常常我们虽然英文学很多年，但是认识很多，可是因为我们不在国外的那个环境，没有进入英文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学英文的方式是记忆式的方式，是一种摸索式的，而不是一种自然反应。而且另外一个情况，我们常常是很难的字会，很简单的字不会，专业的会高深的会，可是呢，生活的实用的不会。那我们这边讲一些例句这些例句我自己写自己写的，那不是说标准答案，那你可能有更好的讲法，那不同的老外有不同的写法，这只是例句而已除雪机那也叫铲雪机那个外国那个机器台湾比较少铲雪机呢，它可以清除路上的积雪，那很快前面在铲，后面就是像一个那个水龙头一样，把那个雪喷出来喷到别的地方去至少把路面至少喷到那个路旁去因为它没办法马上化掉，它只喷到别的地方去A snow blower 它就是喷雪应该叫喷雪机 ，blow 就吹嘛，吹开嘛，把雪吹开或者喷开这是一般叫铲雪机或除雪机。A snow blower is used for cleaning the snow on the roads and other places. 铲雪机呢，它是用来，它去清除这个路上的雪。所以我们一般用那个 THE 呢，这个常常大家很困扰。它如果是特定的一个什么东西，就用 THE； 如果不特定，就不用加像你可以说 on the roads 那就不用因为它不特定的路就不用THE 我们就直接 on road 就可以了。And other places 那这边其他地方也是不特定，你就不用 and the other places。所以这个 THE 呢，这个英文常用，可是不该用的时候就不用。就这个观念，很多人搞不太清楚A snow blower is used for cleaning the snow on roads and other places. 那干细胞呢，有修补人体系统的功能那这个难一点。可是有时候聊天聊天人家在聊干细胞或者要动手术，他需要干细胞，那很贵的，手术很贵的，但是效果很大这个是医学上一个比较尖端的一种方法stem cells 就是干，这是我们一般的说那植物的茎根茎叶那我们就讲也是主干的意思干细胞我们加 s， 因为它细胞很多嘛所以英文常常加 s， 也常常用过去式stem cells are capable of 片语它有能力的repairing the malfunction 就是机能就功能 mal 就是错误的失去的这字首字malfunction in the human body。Stem cells are capable of repairing the malfunction in the human body. 它这个本来是 mal， 可是因为加 l 以后，它音就有点 o 的音 ，malfunction 不是 malfunction 变 malfunction。写完字以后，记得把钢笔套盖上。钢笔有套子，原子笔有套子
套子怎么讲呢 ？cap， 这 cap 就是可以套上去的东西，像钢笔套也是 cap， 瓶盖也是 cap， 像那个棒球帽也是 cap， 所以它这个只要套上去啊，所以它的意思常常这个很多。tight 是紧的，这个很多字呢，形容词加 en 就变动词。Tighten the cap of the fountain pen when you don't use it anymore。把这个 fountain， 因为当初钢笔最早呢，中国大陆叫自来水笔嘛，民国时候叫自来水笔。这个一写下去啊，最早是用吸的啊，不是后来用管子的啊，它用吸的啊。然后一吸以后，那水就跑出来，叫自来水笔。以前叫自来水笔，然后我们后来叫钢笔。Tighten the cap of the fountain pen when you don't use it anymore。就刚我们这个笔套是 cap， 棒球帽也是 cap， 小帽子 cap。那这我们顺便这个增加我们智慧能力，因为我们英文单字除了认识多以外，还要有类似的字、家族字，我们都要了解一点啊。比如说，你可能不是用钢笔啊，你这时候可能是想讲铅笔倒没有套子了，你可能想马克笔啦、白板笔啊、圆珠笔啊等等的。所以我们钢笔当然是 fountain pen 啊 ，pen 啊，它是半卷舌，它不是不卷舌的 pin， 它不是 pin， 也不是大卷的 pen 啊，它是 pen 卷舌卷一半。所以它的意思很多啦。你说除了它是笔啊，这个最常用的以外，它也是那个猪圈啊，像那个牛圈、猪圈啊，就是围栏围起来的叫 pen。那小孩子你把它放到那个小的那个木头做的小围栏里面啊，那个也是 pen 啊 ，infant pen 啊，这 pen 它除了是笔以外啊，它也可以是那种围栏围起来的啊，围动物也可以，围小婴儿也可以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 pen 下次如果出现在那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要想说，又是笔了，不一定，它就是那个围栏。那圆珠笔 ballpoint pen 啊，就是 ball， 它的钢珠笔嘛，它那个尖端是一个像一个珠一样，像一个小球一样啊，这个远看是尖尖的，近看当然是珠，那个钢珠它不是那个圆尖的啊，但是看起来就是尖尖的啊，带圆点的啊，笔叫圆珠笔。那所以后来有叫钢珠笔啊，就不叫圆珠笔啊。那为什么当初要叫圆珠笔？奇怪。那铅笔 pencil 啊，这个大家都会，因为它铅嘛，因为它那个笔芯是铅做的嘛，啊，所以这个铅呢 ，lead， 你如果当动词呢，你就 lead 领导。奇怪，它另外一个字呢，当铅，它就念 led 啊，所以 lead， 你有时候要念 lead 领导，有时候要念 led。铅啊，所以字会跑，它意思会跑。然后马克笔 mark 就是做标记了，马克笔粗嘛，画标记用嘛 marker。荧光笔 highlight 就是那个精彩啦啊，那个你看 NBA 的那个精彩的回放啊，精彩的剪辑的 highlight 啊，荧光笔 crayon 蜡笔啊，蜡笔。然后呢，毛笔呢，因为西方它没有这个字，所以我们就要用 Chinese brush pen， 中国式的笔刷。可是笔刷太粗啦，毛笔有时候很细 pen， 它不是刷子？老外以为是刷，中国刷子不是啊，中国像刷子一样的笔啊，只能用这个啊。当然，外国没有的，我们有时候可以用，到时候可以用更精细啊。目前用 Chinese brush pen。那白板笔呢 ？Whiteboard marker， 它也是一种马克笔，但是专门用在白板上面啊。因为马克笔一般擦不掉，很难擦，可白板笔呢有酒精的，一擦就擦掉。那彩色笔 color pen 啊，这个那当然一般都加 s 啊，这个我们这边就不加 s， 一般就是可能不止一支啊，所以英文常常加 s。那立可白呢 correction fluid 修正液，所以也叫修正液，立可白叫修正液，就从这边过来的。correction fluid 或者 white out， 那这个是比较美国式讲嘛 white out 啊。把它变白啊，擦掉 out， 把它弄掉，用白色把它弄掉。那后来因为环保的关系呢，那这个因为它里面呢有些毒害物质啊，所以叫立可带 correction tape 啊，就像一个小袋子一样啊，
刚开始湿湿的啊，一贴上去后就干了啊，所以我们这边念一下各种笔：钢笔 （fountain pen）、圆珠笔 （ballpoint pen）、铅笔 （pencil）、马克笔 （marker） 啊 （marker）、荧光笔 （highlighter） 啊，因为它是东西或人嘛，它加个 er。蜡笔 （crayon） 啊，这个完全不卷舌。毛笔 （Chinese brush pen）、白板笔 （whiteboard marker）、彩色笔 （color pen）、立可白 （correction fluid） 或者 white out 都可以。立可带呢啊是像带子状 correction tape。那你儿子不但聪明而且用功 ，Your son is intelligent and industrious。也有人念 industrious 都可以，它就是工业 industry 啊，它变形容词就变成聪明不用功啊 ，industry 就是企业嘛，就是一天到晚生产啦，就是机器啊，可以24小时不停的运转了，就是后来就说很勤奋的，很用功的，所以我们用功可以用这个字。Your son is intelligent and industrious， 或者 industrials。这首歌的音啊太高，去唱卡拉 OK， 因为那个职业歌手声音都比一般人高啊，唱不上去啊。这很多年轻人不管了，反正我要降 key 是不可能了，免谈了，不用降 key 就我是示弱啊，表示我这个不行啊，扯着喉咙唱啊。有的用假音还好，假音是也是和谐的，那有的就是不是破锣嗓子，就是扯破喉咙啊，这音也不对。音可能差好几个 key， 可是硬要唱上去就很难听啊，所以这个唱卡拉 OK 该降 key 就降 key， 那怎么办呢？那你是男低音，那假设他出来是张雨生，那你要跟他唱同 key 吗？那你不是找麻烦吗？就很难听啊！当然你说降8 key 也可以啊，降8 key 就是一个轮回，或者你降两个 key、3个 key、4个 key， 所以像一般人唱卡拉 OK 不降 key， 不升 key 不降 key， 我就要原唱，就算歌我的 key 不要，我就是要唱啊，不唱我不跟他 key 就我丢人，或者他就这个 key， 我们就是要唱原 key， 所以这是对音乐的不了解啊。The sound pitch is too high for me to sing 啊，所以这个 pitch 就是音调，就高低音调。可是你真的到职业歌手呢？你说费玉清他也是音很高啊，可是你看他每次如果早就排演好那没问题啊。如果临时主持人那个小哥啊，你来唱什么歌？费玉清马上说老师给我一个 key， 因为那个乐队呢比较了解，那他不能随便唱了。你说费玉清声音已经很高了，但是压低的唱他不愿意啊，他没味道。但是有时候他也会调，也太高啊。而且他年纪大了，有时候 key 也会稍微降一点了，所以职业歌手那很就是一定要唱他的 key，高一点也不行，低一点也不行。那一般唱好了没关系啦，这首歌是很低，我也唱了。下一首歌有点高，我也唱了。下一首超高音，我也跟他拼了。我不管了，来者不拒了，什么音我都跟他唱，那就不专业。那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这些怎么讲？女高音 soprano soprano 这个字。这都是很多的意大利过来的意大利文过来，因为那个歌剧发自于那个意大利，那从那个文艺复兴，所以意大利其实是欧洲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复兴之地，不能说起源地了，因为欧洲的历史是罗马所以那个就是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然后到什么法国、德国，英国其实算在欧洲算边陲地带了，因为它在海外。然后女中音是 mezzo soprano。它是 mezzo 就是中间的意思次高音中间的高音其实就女中音。那其实中音跟高音有时候也没有差很多，中音的声音就蛮高了那当然它有在细分中高音、中音、中低音那它细分，这大致上是这样的alto 那 alto 是女低音，男高音的 tenor 三大男高音 tenor。就男的是男子声乐，男人声乐是不唱假音的全部是真音。那女高音呢就常常是花腔是假音或者混真音所以是这种情况。男的是不唱假音的。那男中音是 baritone baritone， 男低音是 bass 我们就 bass 这个就是 bass 乐器也是 bass 那个4弦的，它那个像吉他，可它是4条弦，它不是6条弦 bass 那我现在有5个频道都是用我的名字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把这个5个实用的话，我们再熟悉一下。所以每次学5个，
而且这5个都是不是太简单，如果太简单也不用讲了，也不是用不到的也不用讲太难，也不用讲用不到，就是用得到，然后大家觉得卡卡，这才有意思嘛。那你说我一弄出来，大家说this is a book， 那就不用讲了，说哇这个还在讲，拜托，对不对？我们就讲有点难，会卡卡的，又实用才有意思铲雪机可以清除路上的积雪。A snow blower is used for cleaning the snow, the roads, and other places. A snow blower is used for cleaning the snow, the roads, and other places. 干细胞有修补人体系统的功能。Stem cells are capable of repairing the malfunction in the human body. Stem cells are capable of repairing the malfunction in the human body. 所以我们念的时候，不管念快念慢，就是我们要对一下。你不要全部都是均速，同一个速度，那没意思。该停就停，你就算念再快也要停，念慢也是要停，都一样写完字以后呢，记得把钢笔套盖上Tighten the cap at the fountain pen when you don't use it anymore. Tighten the cap at the fountain pen when you don't use it anymore. 你儿子不但聪明，而且用功。Your son is intelligent and industrious. Your son is intelligent and industrious. 这首歌的音太高了，唱不上去。The sound pitch is too high for me to sing. The sound's pitch is too high for me to sing.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了解各种男高音、男中音，这都蛮实用这个多了解一些单字那以后在讲话、在绘画的时候，所以你跟老外绘画的时候，你字懂得越多越好，当然越好或相关的字要多懂一点。那或者不是你讲，你听也好你就至少人家讲什么，那你也至少知道意思你能讲当最好他知道你意思。那你讲的差一点，那就老外多讲，那至少你也听得懂那回一下简单的，那这样就可以沟通所以碰到老外，他也不求你英文多好，你英文讲得很好，他一定非常高兴高兴的眼泪掉下来。那至少你听得懂或者你讲的时候，你可以你的字好像懂得蛮多的，文法什么不错基本上可以表现出来这个意思这一集讲到这里。